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66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江湖上一直有这么一句话，特步的篮球鞋，匹克的跑鞋，这两者都是在同级别中表现比较一般的。而在匹克推出了 UP30 Elite 2代之后，匹克的跑鞋也算是走上了正路。但是特步的篮球鞋好像一直都没有一款能够让我在比赛中真正去选择的产品，是特步没有实力吗？当然不是。作为国内第一家拥有超临界发泡材料的球鞋厂商，在科技的储备方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缺少的是时间的沉淀以及优秀的设计。直到设计师曹亮的加入，原本在配置方面就没有问题的林书豪2代迎来了彻底的更新。那这一双林书豪2代的 SE 版本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节目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它可以打几分呢？我觉得它的外观算是自游云4林书豪 PE 之后颜值最高的了，甚至可以说是特步至今推出的篮球鞋当中颜值最高的一双。我手上的这个配色比较像首钢的主场配色，以白色以及蓝色为主，外侧的一圈电镀的 TPU 也让球鞋的整体质感有着明显的上升。02 SE 在外观方面跟02的差别可以说是巨大的，就算说它是林书豪3代都完全没有问题，不管是大底、鞋面或者是他们的设计理念都完全不一样。除了中底都使用了特爆的缓震科技之外，你找不到其他的共同之处，并且除了后跟鞋提处以及大底有特步的 logo 之外，其他地方你很难看出这是一双特步的篮球鞋。在颜值方面，我觉得是没得说的，很帅。而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02 SE 的大底跟林书豪2代是完全不一样的。02 SE 将大底的纹路改为了全掌的水波纹，在抓地力以及吸灰方面，整体的水平都往上提了一个档次。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在脚下开始打滑的时候，只要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就能坚持比较久。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的大底内侧做出的这一块橡胶上翻，这上面的纹路有一些稀疏，并且大部分都是横向的，导致在做比较大幅度的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会出现脚下失去抓地力的情况，经常会出现一发力突破，直接脚底下一滑，没有发上力而滑倒的现象，这一点大家必须要了解到。而在中底方面是跟林书豪2代唯一相同的一个部位，但是也没有完全的照搬。中底的全掌特爆缓震科技加上超大面积的异形碳板，并且在外侧全部由硬质的 TPU 件进行了包围，控制住了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让它不会出现因为中底缓震材料形变过大而出现的稳定性方面的问题。整体的中底配置绝对是合理并且顶级的。当然，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也非常的优秀。球鞋的缓震不管是在力度或者是极限方面表现的都没有问题，对于像我这样180斤的球员来说是完全够用的。用脚后跟落地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震脚的感觉，而且它中底的缓震材料非常的韧大于软，让它在反应性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它的中底重心并不是特别低，在场地感方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如果你想要优秀的场地感，那这一双鞋并不是你想要的，它还是更加适合那一种节奏型的球员去选择。那如果你是那一种速度流的球员，那它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在鞋面方面是02 SE 进步最大的一个地方，但是也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地方。最大的进步在于它的鞋楦，球鞋的鞋楦得到了大幅度的收窄，不再像林书豪2代一样宽似海。林书豪2代的鞋楦真的能穿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它太宽了。而这一双02 SE 的鞋楦得到了明显的调整，适配性非常广。它的鞋楦并不是一味的收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适中的宽度，一般正常脚型或者是略微偏窄、偏宽都可以选择它。
它。系紧鞋带之后都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包裹体验，但是它的鞋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那就是袜套的寿命。在第一次穿着的时候，它的袜套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包裹感的，但是到了第3次穿着的时候，它的袜套基本上就失去了弹性，这样对于脚型的适配确实是高了不少，对于高脚背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作为一款想要用来冲击中高端市场的产品，那这样的表现是无法让消费者满意的。好在它袜套的松垮并不会导致球鞋在包裹或者是锁定方面出现问题，在系紧鞋带之后，球鞋在包裹以及锁定方面依旧可以得到保证，并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并且全掌的内靴也让它在舒适性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而它的外层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热熔材料加上 Mono 网纱组合而成，鞋面的强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加上它侧面的中底 TPU 键上翻支了鞋面，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得到了保证，不管你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中底大面积的异形碳板也让它拥有了非常优秀的整体刚性，再加上它前掌的动态鞋带孔，它的受力点是在足弓部位的，拉紧鞋带之后，它能够非常好的贴合住你的足弓，它在足弓处的支撑方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作为一双面向后卫的低帮袜套鞋，它为了保证在脚踝处的灵活性，放弃掉了一些脚踝处的支撑。那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脚踝力量不够有自信的话，你可以再观望一下。在稳定性方面，它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的。大底在前后掌都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外扩，也比较平整，并且中底的重心也还算适中，缓震材料的硬度也比较偏韧，在发力的时候，它的形变并不会特别大，让它拥有了非常不错的稳定性表现。穿它打球的时候，脚底下还是比较放心的。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02 SE 重量是391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4分，在这一双鞋身上能够明显的看出特步在篮球鞋方面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一双鞋就是一双林书豪2代的夏季版，所以还是要以林书豪2代来作为基础进行设计以及改进。不过作为一双夏季版的球鞋，它可以说是完全的改头换面的，不像友商们可能只是进行一点点的微调就出来一个新的鞋款，这里我就不点名是谁了哈。这一双鞋确实进步巨大，但是不得不说，想要在篮球鞋市场站住脚跟，它还是欠缺了一定的火候的，依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足。我希望下一代的林书豪3代或者是其他的鞋款，它们可以成为让大家无脑去选择的球鞋。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